早安，最後這2天我們會待在西九州，造訪五雄市、唐津市及太良廳的景點。從福岡博多站搭乘 JR 約1小時即可到達五雄溫泉站。五雄溫泉站的樓門被列為日本國家重要文化財，是大正時期的建築。五雄溫泉自古以來就被譽為具有美容功效的美人湯。樓門後方就是溫泉，有代切溫泉，與一般大眾浴場。穿過樓門還會看到五雄溫泉新館，過去是一座大眾澡堂，現在則作為資料館，開放免費參觀。裡面保留了100年前有田燒池專打造的高級浴場、大正天皇專用浴室以及木造更衣間。樓門與新館皆建於1915年，是由出身佐賀的日本建築大師成野金吾一手設計。他也是東京車站日本銀行的設計師。裡面還有個小商店，有販賣一些瓷器與小點心。就在五雄溫泉樓門斜對面，有一家佐家平川屋，是佐賀當地極具代表性的老字號豆腐名店。我們買了著名的豆乳聖代，好吃推薦，可以來試試。還有很多豆乳豆腐製品，像是豆乳、麻薯之類。這家店本身也很美，是一棟充滿現代設計感的木質建築。在店鋪後方的停車場旁，平川屋還特別規劃了一整排的溫泉竹湯。不管是剛吃飽，還是在等待位置的空檔，都可以來這泡個腳。這家店其實還有很多豆腐料理，但要把中餐留給車站的佐賀牛便當。這附近的遊客數真的很少來這玩，很chill，真的很放鬆。要來泡竹湯的，記得自己帶條毛巾。如果說有哪一座圖書館能讓人為了它專程奔赴一座城市，那就是五雄圖書館。一走進去，最先被震撼到的是那座順着建築線條延伸、頂天立地的巨型木造書架。這裡最棒的設計是把星巴克與鳥屋書店完美融入了公共空間，空氣裡不只有書香，還彌漫着現磨的咖啡香氣。外面還有狗骨頭造型的寵物停駐區，讓主人進去放鬆充個電。五雄溫泉站可以搭乘新幹線前往長崎，也可以搭乘 JR 前往福岡博多車站。但我們來這不是為了交通目的，而是為了 A5 佐賀牛便當，就在這個觀光案內所裡的開肉堂。佐賀牛便當，米飯，這樣一個2000多塊日幣。日幣。原本說等20分鐘，可是好快哦。好特别赶回收啦，这个是学过地。冷的便当，对，那肉也是冷，饭也是冷的。因为他们不喜歡吃熱的便當。不知道哎。
那之前我不是說他們電車上面試的便當都不一樣，因為怕會有味道。哦，有可能哦。前方就是我們這2晚住的中央飯店，就在車站對面而已。離開了車站，我順着餐道來到了當地的信仰中心五雄神社。神社後方還藏着一棵超過3000年歷史的巨大楠樹。看旁邊這座綁得滿滿，幾乎快找不到空隙的綁牽架，就能感受到這裡有多受歡迎，累積了多少人的祈願。每年夏季至秋季，神社境內會在夜間舉辦點燈活動。本店周邊會佈置五彩繽紛的和風紙傘與 LED 燈飾，打破對傳統神社的印象。這座白色本店散發着讓人心情平靜的純潔魔力。五雄神社的求籤筒竟然是招財貓，貓奴必須抽。打開，吉变前途去，日贵若水无中成入质，凡事可宜先。看起来是不錯，做什麼好像都還不錯。是，没錯。五雄神社還有一種很特別的傘籤，它是把小傘打開後，用天氣來代表你的運勢。開傘的動作在日本象徵着莫廣，代表運勢大開，前途光明。我們在五雄神社剛買了一個超漂亮的御守，整個感覺就是，第一次看到這種御守啦。櫻花跟楓葉的選項可以選擇，但它也就比較貴一點，要1500日幣，感覺很值得。接着我们要前往本店後方看看那棵超過3000歲的神木。穿過一片幽靜的翠綠竹林，馬上就會看到咯。巨大的樹幹仿佛充滿了靈性，樹心因為歲月而中空，裡面甚至供奉着神明。參拜完五雄神社後，我們要去今天最後一個景點——七府。好遼闊哦！這裡是唐津市的七府。這是象鼻岩，你們覺得有像嗎？為什麼叫七府？不知道。因為有7個洞嗎？哦，有可能哦，蠻類似的。七府是九州著名的國家天然紀念物，因為從海上看過去，斷崖上整齊並排着7個像輔罩一樣的巨大洞穴，因而得名。本來我們想坐觀光船近距離欣賞，但觀光船只有週末才有出航，而且只到下午4點。我們來的時候，太陽已經快要下山，只能遠遠看了。這裡雖然從五雄開過來要1個小時左右，不過相當值得一來。這個是眼鏡岩，我看起來是不太像啦，就是有個洞在那邊。我們差不多5點要離開時，還有像下課鐘聲一樣的音樂。這邊點到點之間都有一小段距離，大概要留1小時給這邊比較足夠。我們回到唐津市，找了這家游安一幸吃晚餐，離等等要逛的 Uniqlo 也很近。我們點了一個生魚片定食，大概500塊台幣。另外還點了一碗海鮮凍，大概480台幣。
後來又忍不住誘惑點了一份佐賀牛臀肉，好美味。今晚住在唐津的 Hotel Anaya， 其實是一個貨櫃屋，廁所老樣子。這是我們房間的外觀，其實就是一個貨櫃，但裡面就是像一般商務旅館一樣，蠻舒適的。今天的第一站，我們要前往近山觀景台，可遠眺日本三大松原之一的紅之松原。這裡擁有近280度的神級視野，在山腳下，那條沿着海岸線完美延綿4.5公里的深綠色弧線，就是紅之松原，是為了防止風災、受潮而種植的防風林，涵蓋的範圍有如彩虹的弧度一般，因而取名紅之松原。更遠處是波光粼粼、湛藍無邊的玄界灘。看看這精美的山路，還有幾個彎呢，好晃哦！3個彎，旁邊正在倒數。下一站是ミカエリの滝，中文翻成箭反瀑布，好像怪怪的。其實意思是讓人回眸顧盼、依依不捨的瀑布。榮登日本瀑布百選。穿過幽靜的山林溪谷，耳邊傳來越來越響亮的水流聲，眼前就是箭反瀑布了。看着近100公尺高的水流從岩壁上奔騰而下。大自然的生命力真的非常震撼。到了11月中下旬，這裡會搖身一變，成為紅葉名所。清澈的溪流，兩側會被染成一片火紅與金黃，搭配瀑布的白水，非常適合喜歡高質感攝影、拍攝山水大片的旅人。接下來我們要往南開1個小時左右，前往能看到月球引力的小鎮太良町。快到的時候不要錯過這家竹崎海產，它就位於207號國道上，特別是愛吃烤牡蠣或竹崎蟹的人。超大蛤蜊依然只要200台幣或100台幣耶！我靠，這牡蠣一籃也只要220台幣耶，超便宜的。我們還點了一個飯糰，開始烤嘍。開了，開了！哇哦！好大，好肥美哦。餐廳走一個簡約路線，沒有空調哦。大廚好有氣勢，一副要幹大事的樣子，結果只是要開吃。好吃。吃飽喝足後，開車3分鐘就可以到達大隅神社海中鳥居。
退潮了，所以鳥居都不是泡在海裡面了。3座鮮紅色的鳥居就這樣筆直地排列在有明海的潮間帶中。太良廳擁有日本第一、高達6公尺的潮汐差。我们在太良町，這裡呢是可以看到月球引力的城鎮。說白一點呢，就是它是一個潮汐非常明顯的地方。然後後方的是水上鳥居，現在剛好是大退潮的時候，所以都沒有水。那漲潮的時候，這些都會被水淹過。可能很難想象滿潮時，海水會一路淹到鳥居的頂部。接着，我們往回開，來到本日，也算是這趟9天8夜九州之旅的最後一個景點，位於佐賀線路島市的祐德道和神社。它與京都的伏見道和大社、茨城的分立間道和神社並稱為日本3大道和神社。這裡最令人震撼的是它那依山而建、宏偉壯麗的朱紅色建築群，又被旅人們美譽為佐賀的清水舞台。如果你像我們一樣6月至10月、11月左右到訪，就可以看到非常經典、極具人氣的夏季風鈴祭。本殿與拜殿使用了大量的朱紅漆、金箔與繁複精緻的雕刻，色彩絢麗奪目，在陽光照射下閃耀着華麗的光芒。因此，自古以來也被稱為正西日光。日升前36，它怎么没有寫是什麼車啊？雞。雞哦，跟上次一樣啊。好像是不是差不多意思啊？不錯。我要回去翻譯。我看到色情。努力物價，好奇怪哦。不是，這個是說，如果你是在做這種，比如說貿易的商人的話，不要漲價。祐德道和神社的風鈴特別精緻，上面通常會印有代表道和大神使者的狐狸圖樣，可以在上面寫上自己的願望與名字，然後親手掛在通往本殿的階梯兩側。這座就是依山而建、凌空高懸的朱紅色本殿。不抽籤的大叔，总算抽了一支籤了。行的吧，也是寂啦，寂寞。怎樣？就是寂，然後沒有中間中上的意思。是嗎？是中上。行啊。幹嘛？就
就是中上啊，中上不錯了。好吧。8流。从本店後方出發，有一條蜿蜒上山的參道，沿途佇立着密密麻麻由信眾奉納的紅色鳥居。要下山準備回家啦！在日本神道教文化中，風鈴的聲音不僅好聽，更有驅邪、淨化空間的作用。你已经投了4次了，都沒有中，這很遜欸。掉了吧，對吧？很難，好不好？這裡每年的9到11月，在週末或是國定假日的傍晚6點左右，會有夜行湖的婚禮夜間特別活動，遊客可購買門票參與夜遊，戴上狐狸面具，親自跟隨在遊行隊伍後方，體驗日本傳說。但因為還要趕回五熊泡溫泉吃佐賀牛燒肉，無緣參加活動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連假關係，住宿超難訂，最後只訂到這個 guest house， 但2個人住這個空間也是蠻舒適的。晚餐我們訂了這家佐賀牛燒肉，就在五熊溫泉站附近。佐賀牛燒肉怎麼開始？怎麼結束嗎？沒錯。燒肉愛好者，做一天必須要燒肉做結尾。猜猜看這樣多少錢？多少錢？解答。個人哦。set好像也不行拿的，因為大概1人1000塊台幣。差不多。交了要翻面。左上就是新幹線軌道。車站附近很多餐廳，沒有很多遊客，玩起來很舒服。我們又回到五熊溫泉這了。晚上的新館有打燈，很漂亮。我的媽啊，燙到爆啊！怎麼會有45度的湯啊？40度我都覺得超燙。我泡下去。走吧。記得要帶毛巾哦，不然又要另外花錢買。挑戰超高溫溫泉成功，舒服。最後一天，我們回到佐賀機場，要搭飛機回台灣啦。佐賀機場小小的，只有2個免稅店，一家是 Daily Sky。另一家是 Sagano Soda。無話可說嗎？就這樣，Saga 啦。你不是說 Saga 你有很多話要說？9天8夜的九州之旅結束了，感謝老天又是都好天氣。去了很多之前沒去過的地方，才知道原來九州的角落藏着這麼多讓人屏息的絕景。喜歡的話可以按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們下次見。